如果你问如何让一个挟持了一堆人质的犯罪分子乖乖束手就擒，谈判专家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如果是像东突组织那样的极端分子呢？是选择谈判，还是像战斗民族俄罗斯那样突完事？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惊险犯罪片《协商》。话不多说，直奔电影。电视里传来一则新闻快讯，首尔发生了一起绑架事件，报社记者们纷纷扛着摄像机赶往案发现场，那样子就像是着急去投胎，生怕比别人慢了半步，拿不到一手好料，被炒了鱿鱼。此时还在商场挑衣服的长腿妹也赶到了现场。长腿妹的身份原来是一位资深谈判专家，会说4门外语，心理研究海归博士。绑架人质的匪徒们向警方索要一架直升机，不然1分钟送一个人头。长腿妹信心满满的问队长要了30分钟，根本没把这帮小毛贼放在眼里。从现场看到这帮外国的匪徒没有持枪，只拿了把刀就把人质劫持了。长腿妹看不到内部情况，决定独自一人深入虎穴。匪徒们催着问直升机怎么还没来。长腿妹看了一眼路旁的轿车，心里想出一道妙计。直升机在博士河这个地方起降，容易坠机，旁边那车可以载你们去合适的起降点，我跟上级汇报下就可以了，但是需要先放几个人。这时候一个匪徒往窗户外面看那辆车，却发现了特种部队的身影，瞬间大怒。金发妹急忙解释道，只是一帮打 CS 游戏的孩子，他们每天都来这玩，这套路把匪徒忽悠得一愣一愣的。特种部队强行射击，瞬间将一名匪徒成功爆头，剩下的一名匪徒慌忙之中，用刀在长腿妹面前送给了他一个人头。这时房间里只有一名女人质了，特种部队丢了一个催泪瓦斯，强行破门而入，还是让匪徒给逃掉了。我们的长腿妹承受不了这样的失败，向上级提交了辞呈。上司劝他回去放个假，在家打算躺平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来了个前辈紧急召唤他过去，还说了一句要穿正装。看来这一次是件大案子。在战情室的大屏幕上，一个罪犯正在直播着一场人质游戏。这一次绑架的是长腿妹的队长。长腿妹直奔主题，问他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尽量满足。罪犯嚣张到，我要去月球的宇宙飞船，你能给我弄来吗？视频挂断了。这一次的案子有点棘手啊，从泰国绑架了韩国记者和他们队长。这帮人不仅是韩国最恶毒的黑恶组织，还是境外的雇佣组织。韩方打算派出特种小队前往泰国境内实施营救。我们的长腿妹又和匪徒打起了视频电话，匪徒得意的炫耀了起来，当着长腿妹和警察面打他们队长的脸。一阵啪啪啪过后，队长的脸比猴子屁股都红。这时候匪徒也说出了实话，他要大韩日报的总社长。军方的一架直升机瞬间把还在打高尔夫的社长绑了过来。社长为了独家爆料也够没良心的，手下的记者因为这事被绑了，还拿命给他打工。匪徒这时候都看不过去，打算好好玩弄下这个没良心的社长。匪徒把社长家里妻儿老小的名字一字不差但背了出来，吓得社长脸色发青，直接在战情室下尿，说出了实情，这不是他的记者。匪徒感觉自己被耍了，直接让队长领了盒饭。长腿妹的心态瞬间崩掉，质问厅长为什么不告诉他实情。厅长把他们一帮警察全轰了出去。原来这是一起军方有预谋的间谍活动，不是一起简单的记者绑架。长腿妹不甘心，打算自己去抓住他们。匪徒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这一次没有了长腿妹，匪徒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，直接把会长的一家老小请了过来。会长是谁有啥关系，我们接下来会说。小女孩被匪徒逼着唱起了儿歌，军方们听得聚精会神，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声。匪徒又提出了要求，没有长腿妹，他每半小时就送一个人头。特战队此时也来到了泰国海域，执行跳伞计划。长腿妹也毫不客气地让军方共享他这起事件的所有背景资料，更不能干扰他和匪徒的谈话，不然他就一走了之。军方只能妥协。原来这是一起为了逃税的军火生产走私案。为了逃避税收，在国外小岛弄了个空壳公司，就好比很多互联网公司设在开曼群岛一样。匪徒的头目负责国际走私，再卖给海盗，而军火生产的大股东则是会长。军方里的一个次长是2股东，空军司令官是3股东，青瓦台的安保队长是4股东。好家伙，这生意够大的。韩国除了演艺圈，政商圈这水也是挺深的。本来大家合作风生水起，但是因为会长退休前有个污点在法院，就打算把这个逃税的给法院举报有功了。当然那个污点终究没了，但是却把其他几个股东得罪了。
这时候匪徒在打的视频，因为会长的举报，现在空格公司大瑞士银行都被冻伤了，兄弟们连个吃饭的钱都没来，你看吧怎么弄？会长毫不在意地说，一点小钱，我秘书待会就给你办妥了，还有啥要求没？匪徒这时候话锋一转，直指会长杀了人，还把报社的消息压了下去。会长装作不知道一样，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过的一起持刀绑架案件吗？当时特工队强行进攻，导致一名女孩被匪徒送了盒饭，这个女孩究竟是谁？难不成是匪徒的女朋友？会长咬死不承认是自己下达的命令。原来这个女孩是葛会计管家手里掌握着会长的秘密小金库，这个小金库说大也不大，也就20个亿，还有几幅上世纪的破画，一幅好几百个亿。匪徒越说越兴奋，质问会长这些脏钱都是哪里来的。另一边几个股东还在讨论生产的军火怎么高价卖出去。匪徒亮出了底牌，要另一个股东青瓦台的安保队长半小时内过来，不然全部人质都要领盒饭。长腿妹查了那天绑架被杀的女孩，发现正如匪徒所说，有大量的不明资金来往。这女孩更感觉像是会长的白手套。老警察那边也查到了，原来队长是因为受贿所以被牵连了进去，看来队长也不是什么好人。长腿妹告诉匪徒，安保队长还在打高尔夫德等会，其实安保队长正和那几个股东讨论怎么分赃了。长腿妹向匪徒保证，会尽一个警察的职责调查清楚这件事，不会放掉一个坏人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派出的特种队那边也已经快要接近匪徒老窝，匪徒却好像已经预料到了一样，和电视台连线直播了。这下会长的烂事整个国家都知道。长腿妹告诉匪徒，你要是以公众的力量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匪徒气急败坏开了一枪，并且还会每10分钟送一个人头。军方等不及了，命令特战小队要立即行动，不计代价，不在乎人质死亡，何况还有小孩呢？维护小部分人的既得利益，也要损失大部分人的利益。商业可能是损失几个钱，但政客们决定的代价往往是践踏生命。故事到现在，我们终于知道那天绑架遇害的女孩是匪徒的妹妹。长腿妹也借此劝说，不要一错再错，我帮助你完成揭发真相，难道你不想活着看到胜利吗？匪徒犹豫了，殊不知特工队3下5除2的解决掉了他的守卫。长腿妹也看到了特工队即将快要歼灭匪徒，劝说匪徒把人质放了，转做污点证人，我才能保护你的安危。匪徒此刻已经谁都不相信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们通过视频直播看到了人质身上全是炸弹。那帮股东政客为了保护自己的小部分利益，已经不惜一切代价要全面进攻。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。从军方一个队长的眼睛里说出这道命令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他眼里充满了泪花。能有这样的上级和制度，是一个军人的悲哀。匪徒老窝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画面传来一堆废墟。看到则政客股东们安了心，还叫了瓶酒来庆祝。不得不说，韩国的电影不仅敢想，更真敢拍。这种草菅人命如果被国民知道，会产生什么样的蝴蝶效应，可想而知。另一边，长腿妹通过观察视频录像发现了端倪，原来直播的画面因为时差原因晚了1个小时。通过瞒天过海的手段，得知他们已经来到了韩国境内。会长这是在和股东们重新和好，开酒庆祝。匪徒们下了车，直奔会长房间。这帮匪徒和那个遇害的女孩原来都是孤儿，他们一起从小长大。匪徒大哥知道此次一去不复返，为了不拖累弟兄们，独自背着炸弹上了楼。为了不牵连其他人，把服务员都赶走了。从这我们不难发现，这其中所蕴藏着的正义。和楼上保镖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后，解决完保镖，股东和会长看到匪徒都惊呆了。坐，不是一起喝酒庆祝吗？大家一起继续喝。说完就把定时炸弹的遥控器放在了桌子上。警察这时候也出动，包围了整栋大厦。匪徒慢慢说道，要活就得牺牲一些羔羊，像我们这样的垃圾当然没关系，但是牺牲了他妹妹这样的好孩子，这个世界就太肮脏了。果然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果不报，以暴制暴。这是一个匪徒哥哥的真实写照，也是韩国很多电影里表达的核心。就当匪徒想和会长同归于尽，按下炸弹的时候，长腿妹上来了。他理解匪徒为什么这么做，劝他收手，因为这种死亡并不能正面的揭发。匪徒这才说到真相，杀死他妹妹的人是他自己，而这一切都是会长无意中的安排。长腿妹不甘心，依然要尽一个谈判专家的职责，劝匪徒收手。匪徒还是没能按下炸弹，被狙击手一枪爆头。
会长股东在警察们的护送下被长腿妹拦住了，在蜂拥而至的记者拍摄下，他揭发了会长所犯下的罪行。故事到这就已经结束了。长腿妹作为证人，在法庭上指证了会长和股东们所犯下的罪行。一个黑军火交易商为了给自己妹妹报仇，走到最后一步，居然也没有杀掉终极 BOSS。虽然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并没有像以往韩国电影那样以暴制暴方式收尾，但用正义方式以法律来结束，不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？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请点赞订阅加关注，英哥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片。